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最近中共那边的消息真的很乱，中共国防部突然在一个公告中集中宣布了对9名上将进行处理的决定，一次打击的规模之大，涉案将领的级别之高，历史罕见。在中共20大四中全会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发布这么一个炸雷官宣，这是谁在给四中全会定调？在定什么基调？2025年10月17日，中共国防部的网站突然发布了一个视频和一个新闻稿。新闻稿其实就是一字不差的视频文字稿。在那个视频中，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明显的紧张的盯着提词器，用一种不敢误读一个字儿的紧张和僵硬的语调把整个公告播报出来。核心内容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批准，对何卫东、苗华等9名中共上将立案审查调查。公告说，这9名上将严重违反中共党纪，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因此决定对这9个人开除党籍和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进行起诉。在这9人中，除了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其他8人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因此声明中还特意提到，对这8个中央委员开除党籍的决定会在马上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予以追认。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追认这一步呢？根据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如果要对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做出什么撤职、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原则上必须要有中央委员会2/3以上的委员同意，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另外，条例也提到了一个例外，就是在中共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可以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某些委员做出惩罚决定，但是还是要等到中央全会召开时，再由全会成员予以追认，才能让政治局的这个先行惩罚决定最终盖章生效。显然，这个需要2/3以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意才能处理某个中央委员的规定，是给中共委员某种形式的个人安全保障，也是中共希望能彰显他们还是有所谓党内民主的这个状况。那么中共国防部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连一个周末都不能等，必须在四中全会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发出这个公告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在中共权力体系内部，习近平的权威到底有没有被挑战的这个问题，在海外各个网络平台上都是一个被持续激烈争论的话题。因为中共权力系统以及它的内部运作模式，对于我们大多数局外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黑匣子，因此大部分相关的讨论依据的事实部分都比较薄弱，很多讨论都是基于一些没有任何办法证实的所谓内部消息。这就是我一直回避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没有可以信赖的事实作为基础的讨论，就如同在沙滩上精心建设高楼一般不着谱。但是中共国防部这个公告展现的信息量就截然不同了，它本身的信息量以及以这个公告为基础用严谨逻辑推理出来的可靠信息量都是非常大的。这次9名被立案审查的中共将领都是中共军队的顶尖级别的人物，他们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共军队
最具权威的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还有苗华的钦点接班人、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还有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陆军政治委员秦树同，海军政治委员袁华志，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这些人从中央军委要员到重大军区司令，再到海陆导弹和武警部队的一二把手，这个公告宣布的涉案人员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史无前例。首先，如此重磅的公告，它的发布渠道和方式和中共历史上对类似级别军队要员处罚通告的发布完全不同。我们就拿通告中级别最高的何卫东来说，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中共军队的第3号人物。过去对中央军委和政治局这个级别的高官落马消息的公布，一般都是走这样一个程序：政治局做出处分决定，然后由新华社发通稿对外公布，然后就是中共媒体和官方网站转发新华社的通稿。而且这个级别的人落马都会有一个单独的公告来宣布。例如2014年6月30日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军事司法的通告；2015年7月30日郭伯雄被开除党籍，移送军事司法的通告，都是新华社首先发布的专门通告。就连2017年落马的军委委员张扬，2018年落马的军委委员房峰辉，他们的落马消息也都是由新华社首发的独立通告。而这次何卫东落马的通告却是由中国国防部网站首先用视频发布出来的。在国防部网络发布这个通告的20分钟后，中共新华社才开始转载了这个国防部的公告。而且我们前面提到了，何卫东的落马通告还是和其他8个人的落马通告放在一起发布的。何卫东是1989年以来首位在任内落马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级别的人物，是中共军队反腐行动中落马的级别最高的在任军官。徐才厚和郭伯雄虽然也曾经是中共军委副主席，但是他们在2012年都已经退休了，他们落马时都已经不在任了，所以从严重性上讲，他们的落马比这次何卫东在任上落马还是要弱很多。这就更彰显出这次何卫东落马通告发布的非常草率。至于这次为什么是国防部网站首发的公告，而不是新华社首发，这其中暗藏着很多中共权力派系的玄机，我们随后分析。那么其次呢，公告暗示所有人的罪名都是贪腐问题，但是一下宣布9个顶级军队高官贪腐，这就把整个事情搞得有点四不像了。同时针对这么多人，根本不像是在反腐运动中一个一个挖出来的贪官，而更像是在对中共军队高层进行的一个全方位的换血，或者是对中共军方某个派系的全面清洗。这些人都是军中一方诸侯，位高权重。中共军队内部的贪腐现象是长期和普遍存在的。从中共军队自身稳定的角度看，这些人要是真有贪腐问题，也不必要在同一个时间对他们一起下手。抓贪官完全可以一个一个来，没必要一次就打击这么大的范围，一下就同时干掉这么多军中诸侯。而且这个公告中列出的这9个上将，他们此前要么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传出落马的消息，有些此前甚至都没有任何中共官方消息确认他们在此前已经被调查了。如果这9个上将涉及的真的是
独立的贪腐案。按理说，这些人的案子应该是处于不同的调查阶段的，而不应该放在一个公告中同时给最终定性。我们以苗华和何卫东为例子，在此次公告前，中共官方已经在多个场合确认了苗华的落马。第一次是在2024年10月28日，由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苗华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停职调查。随后在2025年4月30日和6月27日，中共又用不同的方式确认了苗华的落马。而职位更高的何卫东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这个近40年中共军方在任落马的最高官员，是在这个公告中第一次被中共正式承认他的落马的。就在今年3月份前，何卫东还在中共媒体中反复出现。3月份他从中共视野消失后，虽然网上有他落马的传闻，但是在过去7个月，中共却一直拒绝承认他落马的消息。3月27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在回应外界就这方面的询问时，国防部的官方回应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在4月24日，国防部还是保持这个说法。就是到了5月9日，也只是有人发现中共国防部的官方网站出现了悄悄清除有关何卫东的活动报道的这个现象，还是没有任何中共官方确认他落马的说法。结果5个月后，中共就突然宣布何卫东被一撸到底，还要移交司法。像何卫东这样一个中共顶级高官，这样一个人脉众多的顶级人物，中共能够在短短5到7个月的时间内就把他所有的涉案罪行就一一查清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么看来，把这些不同时间落马的中共军中上将硬放在一个公告中定性，更大的可能性是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利益共同体，来自一个统一的权力派系，对他们只能是一起全部拿下。因为如果一个一个干掉，会夜长梦多，甚至可能引发这个敌对派系的人启动破釜沉舟的抵抗。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个公告是把这些顶级人物硬是放在一起，宣布同样的贪腐罪状，这本身就是在向大众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这9个人之间存在的某种紧密关联性，那就很可能是他们一起被干掉的真实原因。那么这9个人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和共性呢？何卫东的官方履历显示，他的早期军旅生涯按部就班，直到他仕途后期却突然出现惊人的跳跃式晋升的状况。他长期在原南京军区，特别是在驻扎福建的第31集团军服役。他曾担任第31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并在军改后晋升为东部战区司令员。正是这段在福建第31集团军的经历，让他和习近平产生了交集，而他与习近平的关系也是他后期火箭式晋升的核心原因。何卫东被视为习近平的福建系军事人脉中的关键人物。2022年中共20大上，何卫东在并非19届中央委员的情况下，被直接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打破了常规晋升途径，连跳3级。这个安排无疑是习近平对他异乎寻常的信任的表现，是习近平要把他打造成习近平在军中的最高代理人的意图的展现。因此，何卫东的落马意味着习近平亲自挑选的最高军事领导团队核心成员的崩塌。落马的第2号人物苗华是一名职业政治军官，他的履历和福建以及第31集团军的联系尤其深厚。苗华的岳父叶汉林曾担任过驻福建第31集团军的政委，
因为这层关系，让苗华在第31集团军拥有根深蒂固的家族和人脉基础。他的整个早期职业生涯都在第31集团军的政工系统度过，时间上与习近平在福建的17年任期完美重合。军改后，他被调离兰州军区，先后出任海军政委。2017年，当时主管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军委委员张扬突然被新华社宣布自杀身亡，随后苗华就接手了张扬留下的职位，执掌重组后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苗华是最典型的习近平福建系高官。军委政治工作部是确保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机构，负责中共军队的人事任免和纪律监督。习近平把苗华放在军委政治部这个位置上，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掌控中共枪杆子最关键的一步。因此2024年苗华的倒台绝对是对习近平控制军队能力的一次重大打击。下面我们就来谈这次通告的3号人物何鸿钧。从2017年苗华担任政工部主任后，他就是主任助理，成为苗华的左膀右臂。而且习近平显然是把何鸿钧作为苗华的接班人栽培的。从习近平掌权后，何鸿钧的仕途攀升速度就非常快。2013年7月任少将，19年12月就晋升中将，24年7月就晋升上将，仅用了11年就实现了3连跳。何鸿钧晋升上将后，就以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身份公开亮相，成为正战区级高级将领。苗华2024年11月落马后，何鸿钧就正式接管了政工部。在苗华2024年落马时，有人认为那不是习近平在军中失势的表现，苗华的落马应该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的。这么分析的一个原因就是，随后接替苗华主持政工部的何鸿钧也是习近平的嫡系，因为习近平对他有知遇之恩，因此习近平并没有失去对政工部的控制，也就是对中共军方人事的控制。而这次国防部公告却突然宣布何鸿钧落马，这个消息就格外让人惊讶。此前没有任何官方迹象显示何鸿钧落马了。如果苗华落马后，有人可以用何鸿钧来解释习近平仍然对军队的人事有持续的控制力，那么现在何鸿钧居然也在毫无迹象的情况下落马了。谁告诉我习近平现在还有什么亲信能帮他持续掌控军队人事命脉呢？通告中的第4、5、6号人物，也就是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王秀斌、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陆军政委秦肃同，他们的履历都和习近平的嫡系部队素有习近平御林军之称的第31集团军搭上过脉络。王秀斌长期服役于原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2013年出任第31集团军副军长，与林向阳和秦树同等人当时就有直接的工作交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王秀斌和习近平的第31集团军搭上了脉络，从此王秀斌的人生进入开挂模式。2013年初还是大校的他，到2021年就升任南部战区司令员，晋升为上将军衔。从大校到上将仅用了8年的时间，晋升速度之快极为罕见。因此王秀斌就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钦点提拔的将领。而林向阳和秦树同同样来自31集团军，也都是习近平闽江新军的核心代表人物。林向阳从1983年军校毕业后，就在31集团军服役超过30年，从基层排长一路晋升到副军长。军改后，他先后执掌多个集团军，最终接替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被习近平破格提升到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的位置，
出任了东部战区司令员。而秦树同是从军队的政工起步，在2013年调任福建第31集团军政治部任主任，2014年升任第31集团军副政委。正是这段31集团军的履历，也让秦树同此后的仕途一路高歌，最终位居陆军政委的高位。公告中的7号和8号人物，也就是海军政委袁华智和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他们其实都是习近平嫡系苗华在主管海军时培训的亲信。2014年到2017年，在苗华担任海军政委期间，袁华智就在苗华的麾下任装备研究院政委和陆战队政委。苗华升任军委政工部主任后，袁华智就被苗华逐渐一步步提拔，最终提拔到了海军政委的位置。而王厚斌虽然在落马时是火箭军司令，他其实是苗华在海军体系中栽培的人。2023年在火箭军前领导层被集体清洗后，苗华就把王厚斌以空降的形式紧急从海军任命为火箭军司令员，并让王厚斌因此有机会在同年晋升为上将军衔。因此袁华智和王厚斌的仕途都和苗华的命运紧密相关。2024年11月苗华落马后，网上就传出袁华智被调查的消息，同时也传出王厚斌被军纪委苗华专案组约谈的消息。此外，2025年3月，在海外网站还传出王厚斌在办公室内被当场抓捕的消息。但是中共在此前确实没有发布过任何官方消息确认或者否认这些网上对他们两个人的传闻。那么通告的最后一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他父亲曾任南京军区副政委，而他自己也因为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而和何卫东、苗华等东南军系的这些高层渊源深厚。2016年8月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掌管首都防务，成为习近平禁卫军头领，这就足以展现习近平对他的信任。随后在习近平20大成功第3次掌权后，王春宁又被习近平升任为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并晋升上将警衔。不过就在9月12日，也就是1个月前，中共刚刚通过人大常委委员会公告的形式，宣布罢免了王春宁的全国人大代表职位。好了，我们做完了对这9个落马军方高官的逐个分析，那么我就麻烦大家告诉我，您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和共性？显而易见，他们共同的关联就是习近平，他们都是习近平直接或间接的军中嫡系，他们的仕途的飞升都得到了习近平的青睐和眷顾。目前他们在中共军中都是执掌一方的关键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前夕却被国防部的一个公告给官宣落马，而这次官宣中的多个人是第一次被中共官方确认落马，命运就被这个公告给一下子板上钉了钉了。哪怕你把习近平描述的再自虐，再怀疑一切，他也不可能就专挑自己的亲信下手，群灭的全是自己多年提拔的嫡系和密友。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还有人要坚持说这不同寻常的官宣是习近平自己主导的结果，而习近平在中共和军队的权威依然稳如泰山，如果谁还这样说，我真的是无语了。当然我也不是在这里说习近平在中共权力体系中已经完全失去权力了，下周就可能在四中全会被逼退位了。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共国防部的公告展现的大概率是习近平权力的一个分水岭，至少是习近平在中共军队中权力和权威的一个分水岭。目前中共中央军委7个成员，至少何卫东、苗华和李尚福这3个人已经明确被中共官宣落马了。如果这是中共军委高层权力内斗的结果，
那么内斗的双方应该就是目前军委排名第1的习近平和排名第2的张又侠之间的博弈了。而我们目前看到的落马的偏偏都是7个军委中和习近平关系最亲近的人。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那自然就是目前中共军队应该是张又侠在掌控了。当然，很多迹象显示，中共高层应该还是有忠于习近平的派系或势力的，或者至少有些人还没有在习近平和反习近平势力2方面明确选边站队。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共官场的一系列混乱现象。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为什么这次如此重大的官方公告首先是由国防部发出的，而不是走历史常规用新华社通告的方式发出来？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国防部已经完全在张又侠的掌控中了，而新华社要么是还在支持习近平，或者是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谁。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么重大的公告交给新华社首发，万一在新华社里面出现什么幺蛾子，那就可能出现大问题。一旦这个公告拖到了四中全会才拿出来，那么按照中共的程序，那就必须2/3的中央委员同意才能干掉这些人。如果我是张又侠，我绝对不会冒这个险。反正消息发出去，就算是板上钉钉了，谁发出去不是发出去了？那干嘛不让我自己信得过的国防部来发这个消息呢？不过就是违背历史常规罢了。毕竟这些人都是军队的人，让国防部发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就着这个思路，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共目前展现的很多迹象，我自己就感觉新华社啦、外交部啦，还有商务部等部门目前可能还比较靠近习近平派系，因此媒体上对习近平的吹捧应该还会持续。另外，美中贸易谈判中，美方看到商务部或外交部突然冒出一个唱红脸的强势人物，那种情况应该还会发生。但是在权力的游戏中，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必须遵循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谁掌握军权，谁将最终掌握政权。因此，当习近平对中共军队的掌控出现问题时，他对中国掌控权的失去，那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或者说是反习势力选择什么时候动手的问题了。中共权力的明显转移也许不会在这次四中全会中彻底展现出来，但是从中共这个公告，我真的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中共权力未来转移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